全民穿越侏罗纪世界，我是意外觉醒3倍加速系统。当别人还在用原始武器的时候，我已经用上了泰克枪。卧槽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哪里？难不成穿越了？陈大炮扭头环顾了四周，发现自己手臂上长了一块小石头。紧接着，系统面板自动弹了出来。只见那面板上面罗列着陈大炮的种种属性，在右边还有6个空的装备槽。看到眼前这熟悉的界面，陈大炮的肝隐隐作痛起来。此时聊天系统的公屏直接炸开了锅。家人们，这是哪呀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把渡渡鸟打晕了怎么办？急，在线长！尼玛，这怎么这么多恐龙啊？怎么回事？谁来救救我？我操，这个沙漠没有水啊！我要渴死了！我操，我又活了！这什么鬼？哇，还能复活的吗？这是游戏吗？不知道，死了有个身材妙曼的大姐姐给我复活了，说我还有9次机会。看来这个世界死掉后还能复活呀！我觉得当务之急得先去搭建一个庇护所。在这个充满恐龙的世界，庇护所还是尤为重要的。废话少说，搞起！大炮很快就发现了一处食物，随后大炮又来到了一个大树边。在收集了大量材料之后，陈大炮就开始制作起了最原始的工具。有了石镐，我们就可以获得碎石，制作更高级的武器了。嘿嘿嘿！陈大炮利用碎石制作了一把石斧以及防身用的长矛。有了这根长矛，应该足以应付低等级的恐龙了。卧槽！嗨，原来是渡渡鸟啊！我还以为霸王龙来了呢。这家伙看着傻傻的，不知道吃起来味道如何。对不住了，渡渡鸟。虽然你很可爱，但是我也要生存啊！收拾完渡渡鸟的尸体，大炮在原地就升起了一堆篝火，美滋滋的烹饪起了食物。作为一个方舟游戏时长800小时的萌新，凭借一己之力喂饱方舟所有食肉恐龙的玩家，这一次我必然要称霸方舟世界。大炮享受完美食过后，天气大变。这鬼天气居然开始下雨了，浑身上下只有一条裤子，好被冻得瑟瑟发抖。真的好冷啊！不好，又有恐龙的脚步传来了。居然是方舟老实人复制龙啊！此时灌木丛中飞影一闪，一只头顶冠子的小熊狗追了出来。这家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双脊龙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一股黑色的液体从他的口中喷出来。好一口千年老痰，多傻！区区一条双脊龙也敢跟我打，简直是茅坑里点灯，你找屎！终于升到4级了，得给自己制作一身衣服了，不然真的要被冻死了。有了粗布衣，也算是给自己增加了一层保护。嘿嘿嘿，接下来得把这条双脊龙处理一下。紧接着，大炮利用石斧采集了些兽体生物。此时天色暗去，夜空似波及四方。又是新的一天，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升级。如果能寻找到笔记就好了，但是现阶段去找笔记升级，无非是痴人说梦。一旦遇到高等级的恐龙，我肯定要完蛋。还是去河边击杀一些渡渡鸟比较稳妥。小可爱们，来尝尝我的最新武器吧！嘿嘿嘿。等级提升到10级了，不错不错。现在咱们可以制作流星锤去驯服恐龙了。救命啊！什么情况？谁在喊救命？只见河对面有3个人被一条迅猛龙追赶。这该死的迅猛龙为什么老是追着我们不放啊？谁来救救我呀？马奎大哥，你不是有弹弓吗？快点打他呀！我打个锤子，这破弹弓根本没伤害，还是快点跑吧！你们几个抓紧跳到水里游过来。迅猛龙害怕水里有食人鱼，它不会下水的。对面有人，咱们要不要下水啊？事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了，只能殊死一搏了。我叫刘宇，谢谢你救了我们一命。不用客气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对了，你是自己一个人吗？是啊，我醒来就在这儿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你要不要加入我的部落？大家一起抱团，才能在这坑爹的地方活下去。好啊，我正愁没有同伴呢。全民穿越侏罗纪世界，人类成为意外觉醒3倍加速系统。当别人还在用原始武器的时候，
我已经用上了太可怕。我看这地方不错，靠近水源，也没有发现食肉恐龙，我们就在这里搭建据点吧。当然可以，这地方我待了这么久，很安全的。我来安排下工作，阿杰你去砍树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刘宇去采集些浆果和纤维。好的。马哥，那我呢？咱俩去探索一下周围的地形吧，顺便搞些兽皮跟生肉。对了，马哥，你怎么升级这么快啊？都15级了，有什么秘诀吗？嗨，哪有什么秘诀，不就是被恐龙追得多了，经验就长得快吗？这样啊，看来我也得多出去转转了。马奎肯定是撒谎了。方舟世界里面，采集、制作，甚至是杀掉恐龙都会获取经验。马奎这个情况，明显是捡到了笔记。大炮还在思索中，前方就传来了阵阵打斗声。卧槽，又是迅猛龙！只见远处一只迅猛龙正在跟一头三角龙。快，迅猛龙不敌，朝着大炮的方向。马哥，好机会啊！这只迅猛龙没血了，快用弓箭打它。好，看我极限操作它一波，受死吧迅猛龙！小小迅猛龙简直是不堪一击。即使迅猛龙被击败，还有一头高等级的三角龙。马奎不敢大意，又躲进了灌木丛。玩过方舟的应该都知道，三角龙是食草恐龙。见迅猛龙被击败，三角龙只停留了一会就走了。三角龙走了，我们把这头迅猛龙采集一下吧。我们回去吧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回去把房子盖起来。那行吧，怎么走？马哥，你们回来了，这2个箱子是我俩收集的材料，你看一下吧。这点材料肯定不能建起个木屋。大炮，你跟阿杰再去砍些木头吧，我跟刘宇把刚才的生肉烹饪一下。俩人来到森林里砍起了木头。由于俩人等级不高，还没点火，几下就能负重。阿杰，这效率太低了，要不咱们一边砍一边做吧，直接把成品给马哥送过去。你别自作主张，马奎会不高兴的，他是部落的首领。那好吧。对了，大炮啊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恐龙是怎么驯养的啊？要是能整个迅猛龙型的，那不爽歪歪的。这货肯定把蓝图全点完了，估计点完才发现不知道怎么驯龙。这个我也不清楚，我猜测呀，肯定是要找到他们的蛋，给它孵化了，从小训练，那恐龙肯定就听你的了。扫在司内，原来如此啊！我看马奎等级比你高出4、5级，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，马奎什么也没对我们说过。看来马奎为了保证自己的领导地位，不愿意分享信息给部落内的同伴，这样互相提防，发展太慢了。差不多快天黑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到营地后，马奎就开始制作起了木屋。今天资源有限，大家就先凑合着住吧。为了大家都安全，大炮你来守第一班业。那行吧。这个部落太差劲了，一共就几个人还内斗，连信息都不愿意共享，这还怎么发展？自己必须得想个办法离开了。大炮，你带阿杰去昨天那个地方，再打点生肉和兽皮回来。我跟刘宇今天给家里添置一些家具。好的，马哥。就在此时，天空突然传来了恐龙的叫声。我操，这是什么叫声？只见天空中一只翼龙飞快地来。这就是翼龙吗？是的，刚才我好像看到翼龙的老巢了，要不要跟我去看看？算了吧，太危险了。我们回去叫上马奎一起去吧。要是恐龙蛋落在奎哥手上，咱俩可就骑不上喽。你要是害怕，我先进去看看。一直受到马奎的压迫，趁现在不如拼一把，万一有个恐龙蛋起步美哉。走吧，翼龙老巢在哪？跟我来。到了，就是前面这个洞穴。那你在这里等着我，我进去看看。其实翼龙有一对，我让阿杰来试试他会不会主动攻击。至于巢穴，不存在的。方舟里面龙都是监察着投放的，他们只会到处拉屎下蛋，不会筑巢。这啥鬼动静？只见阿杰慌里慌张地跑了出来，身后还跟着一条无齿翼龙。此时大炮拿出了偷偷制作的流星锤，准备受死吧，无齿翼龙！翼龙从空中掉下，直接压在了阿杰的身上。紧接着大炮一棒子就解决了翼龙。再看此时阿杰已经变成了一个包。阿杰这小子太倒霉了，居然被翼龙砸死了。这时大炮打开了阿杰的背包，里面还有些还没吃的熟肉。这个圆滚滚的是个啥玩意？哟，居然是个恐龙蛋，没想到真让阿杰碰到了，难怪这只无齿翼龙拼了命的攻击他。玄冰穿越侏罗纪世界，人类成为史上当别人还没搞清楚情况的时候，
陈大炮这个老六已经制作好了木筏，准备偷偷前往素食岛发育。阿杰偷了翼龙蛋，被翼龙砸死过后，马奎通过部落频道给大炮发来了消息：大炮，你没事吧？阿杰复活到家里来了。我没事。那行吧，记得早点回来。大炮，记得帮我把装备捡一下。好的，你放心吧。双方都挺有默契，并没有提偷蛋的事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得抓紧回营地了。就在大炮回去的半路上，阿杰走了出来。东西捡回来了吗？捡回来了，现在就把它给你。多亏了你才保住了这颗翼龙蛋。什么蛋啊？你们在说什么？马奎不知何时从旁边走了过来。没什么，我在夸陈大炮胆子大呢。是啊，既然都安全了，咱们就回营地吧。三个人回到了营地，马奎率先开口：对了，阿杰，你掉落的东西都捡回来了吧？都捡回来了，我这就放到柜子里去。不用了，你都扔出来吧，让刘宇去放。你在外面累一天了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抓紧给我扔出来，不然后果你应该知道。两人把背包里的东西都识趣的扔了出来，而大炮却偷偷留了一个流星锤。马哥，衣服就不用脱了吧？这衣服没有兜。是啊，马哥，我们就这么多东西，是吗？刚才在林子里，大炮是不是把什么东西给你了？没有啊。此时刘宇掏出弓箭瞄准了阿杰。马哥，不用这么绝吧，大家都是一个部落的，我也不想撕破脸，但是作为部落的一员，竟然私吞部落的财产，交出来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气氛中，右边传来了迅猛龙的叫声。刘宇来不及反应，就被一条迅猛龙扑倒在地。马奎第一个跑进了木屋，剩余的两条迅猛龙分别向着大炮跟阿奎追去。这阴魂不散了，这可咋办？有办法了，可以把这只迅猛龙引到之前那头三角龙的地盘。角哥，快来救我！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三角龙毫不犹豫地就把迅猛龙给引死。哎，多亏了这头三角龙还在，不然真的要遭殃了。方舟里面的食肉龙被杀死后，会有几率掉落战利品的，我得检查一下。一把原始弓箭跟3根石箭，不错。随后大炮又打开了部落日志，刘宇被击败，击败者迅猛龙74级。马奎和阿杰居然没有被击败，看来他俩有两把刷子。阿杰退出了部落。这货应该是弄死了迅猛龙，带着翼龙蛋跑路了。等他发现无齿翼龙蛋无法孵化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什么表情。马奎这家伙还没被击败，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看。此时马奎干掉了一只迅猛龙，并且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把另一只困在了木屋里。就在马奎正在狂炫熟肉回血的时候，大炮偷偷拿出武器，没想到马奎反应极快，一个闪身就躲开了。紧接着大炮又朝着马奎的方向射了3根石箭。你还有什么招数？尽管拿出来吧。妈的，哪个老六偷袭我？只见刘宇拉开弓箭，朝着马奎就射了过去。马奎身上的装备你去捡了吧，木屋快撑不住了。一下，为什么要帮我？先别管那么多了，抓紧解决掉屋子里面那头迅猛龙才是要紧事。大炮打开了马奎的背包，里面有一把弓跟20把石箭。这只迅猛龙很厉害，等会儿我先扔流星锤，它肯定会躲，你照着它躲的地方扔。好的。木屋终究是被迅猛龙。糟了，没打中。刘宇转头看向了大炮，结果没发现他的踪影。迅猛龙，你不要过来啊！别怕，迅猛龙已经被我解决了。我还以为你自己偷偷跑了呢。那边还有2个大箱子，我们去分一下物资吧。今晚先待一晚吧，估计马奎也不敢过来。行吧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这地方不能待了，天一亮就得离开。我已经解锁了木筏，我准备用木筏顺着海岸线往东边走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不了，我要去寻找一下回去的办法。等大炮睡醒才发现，刘宇已经不见了踪影，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。大炮赶紧检查了一下大箱子，里面的物资只少了小部分。这咋还有个便签？放心，没卷款跑路，只是想一个人转转，找找回家的路。哎，看来只能一个人发育了。陈大炮来到了海边，开始制作节目。随后大炮打开了地图，现阶段能安全发育的地方也就只有素食岛了。扬帆起航，前往素食岛。看过《侏罗纪世界》的都知道，霸王龙虽然厉害，但是跟苍龙比起来，那它就是个弟弟。现在我比较怕的是方舟世界里面的栗子鱼，这种远古时代的硬骨鱼，体长可以达到20-30米，在深海里也算得上庞然大物。这货看起来十分吓人，但是它不会主动攻击玩家，它只是对木筏有着特别的喜爱。不知道有多少萌新开心的驾驶着木筏，结果被栗子鱼袭击翻车，而且死在海里，包都不好捡。全民穿越侏罗纪世界，陈大炮这个老六在去素食岛的路上，竟被栗子鱼给顶翻船了。陈大炮驾驶着木筏一直在海边行驶着。3小时过后，大炮从地图中间行驶到了素食岛。在登入素食岛之前，我得驯服条工具龙，不然单凭我自己收集材料，实在是费时又费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浑身都是甲壳的奇怪生物爬了过来，居然是3叶虫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紧接着，大炮掏出弓箭，一下就解决了3叶虫。
采集一下看看能不能出黑珍珠。运气不错，还真爆出来个黑珍珠。突然，右边传来了脚步声，这是什么动物的脚步？只见左边出来个像巨蜥一样的生物。哦吼，居然是方舟最胆小的生物——涉足兽。这种生物，只要有人打它一下，它就会飞快的逃走。这货明明战斗力超强，驯服后可以打得过同等级的牛龙，却如此胆小。大炮打开了这只涉足兽的属性面板，涉足兽72级，提供稀有蘑菇可以喂养。我雷个骚刚，居然要稀有蘑菇！这头涉足兽是驯服不了了，它只有爱心标志，看来附近还有一头涉足兽，我得去找找。大炮在不远处果然发现涉足兽120级，提供紫色浆果可以喂养。这个牛啊，居然是满级生物！紫色浆果这种东西，大炮背包里就有。驯养进度条涨到了47%，看样子需要喂养3次。这次提示需要熟肉，刚好我背包里也有熟肉。驯养度来到了82%，紧接着最后一次喂养也来。服了，居然要优质生肉！就我现在这实力，我去哪给你搞优质生肉？大炮只能驾驶着木筏继续沿着海岸边前行。就在前方，大炮发现了一群剑龙，在远处还有一头牛龙。这个牛龙可以掉落优质生肉，那边有3头剑龙，如果把牛龙引过去，他们肯定会打起来。牛龙老弟，来打我呀！牛龙见到大炮，拼命的追赶，大炮直接钻进了剑龙。大炮来到牛龙尸体旁边采集了一下，有了优质生肉，就可以驯服那头高等级的涉足兽了。驯养成功了，大炮愉快地骑上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条龙。不错呀，180级，100%的驯养有效性，直接加了60级。既然你最后一口吃的是优质生肉，优质生肉外号大腿肉，就叫你大腿吧。大腿，给我打这只渡渡鸟！好家伙，果然不能自主攻击啊！大炮骑着大腿正在闲逛，迎面来了2头双脊龙。哼哼，有了大腿，我还怕你这2头双脊龙吗？现在工具龙也有了，出发素食岛。就这样，大炮跟大腿一同前往了素食岛。马上就要抵达素食岛了，希望不要一旁一自己。然而不出意外的话，见大炮连人带船直接飞了起来，最终沉入了大海。我这是在哪？难道我没死？大炮环顾了四周，发现自己跟大腿来到了素食岛。既然来到了素食岛，先去捡个笔记。大炮来到了素食岛的基地，里面有一张笔记，上面画着一只裂齿兽，并且记载了它的习性特点。直接升了2级，现在29级了，还可以。据我了解，素食岛上有很多的铁矿，我先做个炉子，然后去采集些铁。有了熔炉，我们就可以烧制铁矿了。大炮拿着石头来到矿石面前，20块金属矿石应该是够用了。在烧铁的过程中，大炮又制作了个研磨器。有了研磨器，咱们就可以制作麻醉剑了。铁应该烧的差不多了，不错，7块铁够做金属镐了。金属镐这玩意比石镐效率高多了。另外，大炮还制作了一把金属斧，这下也算是进入铁器时代了。这就是雷龙吗？这看着比游戏里面还要震撼啊！我要是能驯服个雷龙就好了。言归正传，现阶段想要快速搞铁矿，用镐子肯定不行，还是得去驯服头甲龙。玄灵穿越侏罗纪世界，陈大炮这小子却觉醒了3倍加速系统，直接给自己打造了一身钛合金装备。现阶段为了要想高效率的刨矿，必须去驯服头甲龙。在去找甲龙之前，咱们必须搞些麻醉剑。紧接着，大炮利用起了研磨器，将腐肉跟黑色角混合在一起，就可以变成麻药。有了麻药，咱们再制作些麻醉剑。麻醉剑这种东西可是前期驯服恐龙必备利器。大炮在素食岛找到了一头甲龙，72级的甲龙还不错。大炮拿出了叶星制作的武器十字弩。在大炮疯狂的攻击下，甲龙最终扛不住晕了过去。此时甲龙显示出了驯服进度条。好奇怪啊，这个驯养进度条后面有个小小的加号，这跟原版方舟不一样呀。丁，恭喜宿主觉醒3倍加速系统，驯龙速度加快3倍。好家伙，3倍加速系统！我勒个豆，这驯服速度居然这么快！看来我陈大炮真的能称霸这片孤岛了。现在我要去驯服头无齿翼龙，我可不想再乘坐木筏离开素食岛了，被立兹于顶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。大炮在素食岛上驯服一起高等的我靠，5级翼龙，你跟我俩闹呢？这等级太差了。145级的翼龙，我勒个豆，这咋回事？孤岛等级最高不是120级吗？这咋干到145级了？简直不要太离谱！这头无齿翼龙我要定了。大炮凭借3倍加速器，一麻醉剑就把无齿翼龙打晕了，3倍驯服速度已激活。
不错，终于有翼龙了。经过这一阵折腾，大炮已经来到了38级。现阶段咱们可以制作甲龙胺去挖矿了。大炮迫不及待地骑着甲龙来到了附近的一片矿石区。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统，获得300铁矿石。牛啊！100铁矿直接变成了300铁矿，这3倍系统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呢。大炮回到了营地，又查看起了刚刚驯服好的无齿翼龙。现在咱们再制作个翼龙鞍具，有了翼龙鞍具，咱们就可以飞天了。这飞天的感觉还真刺激啊！趁现在，咱们骑着翼龙去搞些水晶，没有水晶真的很不方便。大炮骑着翼龙从素食岛出发，一路北上，直接来到了一座山的山顶。3倍资源激活中，恭喜宿主获得150水晶矿石。150个水晶应该是够用了。这地方看着挺危险，赶紧撤退。突然，远处的天空出现了一道蓝光，看来这是监察者们投放的空投啊！这道嘴的肥肉不能让他跑了，得去看看。大炮飞到了空投附近，只是极力护腿，有机聚合物的材质可以更好的散热。可以，这趟没白来。现在咱们还得去搞个手加神器。大炮又从山头上来到了沼泽。我来沼泽的目的就是来收集一些 X 植物的种子。X 种子把它种植在大型耕地中，会长出一株具有防御性的植物。这玩意儿对付目前的生存者足够了。回到家后，大炮就制作起了望远镜。有了望远镜，咱们就可以看远处恐龙的详细信息了。另外还制作了个烹饪锅，烹饪锅可以做出各种食物，并且每一种都有特殊功能。现在咱们还要搞些大型耕地。有了大型耕地，就可以种植 X 植物了。大炮在营地附近放了一个大型种植箱，并种上了植物。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统，生长速度加速3倍。好家伙，刚种上就长出来了，牛逼克拉斯！现在得给自己这身麻布衣升级一下了，这身衣服也就是御寒作用了。看一下铁矿烧了多少了，足足150块，不错，是时候升级一下装备了。防弹装备5件套，每一件都可以提供100点的护甲。有了这一身铁甲，再点一点生命值，就不怕遇到突发情况被秒杀了。另外我还制作了一把长管步枪，这玩意可以发射简易步枪子弹和麻醉镖，比麻醉剑麻醉效果更强。而且对生物的伤害更低。现在咱们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视，距离我称霸方舟世界又近了一步。全民穿越侏罗纪世界，大炮凭借多年方舟经验，直接驯服了一头阿根廷巨鹰，并在素食岛还遇到了一头稀有的。咱们有了长管步枪，还得搞些弹药。大炮将煤炭放入研磨器与引火管，紧接着再利用铁锭跟火药就可以制作成长管步枪弹药。接下来，我将计划前往死亡岛。这个岛屿可以说是与素食岛截然相反，这里只会刷新食肉恐龙，可以说是非常恐怖。很快，大炮就从素食岛飞往了死亡岛。我现在在死亡岛西南方向的一座小岛，这个位置基本上来讲不会刷新食肉恐龙，可以在这里当做一个临时基地。紧接着，大炮就忙活了起来。有了这个陷阱房，咱们就可以去找阿根廷巨鹰了。虽说阿根廷巨鹰没有翼龙飞行速度快，但是架不住老鹰的耐力血量都是碾压翼龙的，咱们必须搞一头。大炮首先利用翼龙抓了2头渡渡鸟的尸体，给扔进了陷阱房。老鹰这种生物最喜爱恐龙的尸体了，用渡渡鸟来当诱饵再合适不过了。大炮来到了死亡岛的上空，利用望远镜寻找起了高等级的老鹰。这头老鹰125级，非常不错，就你了，小老弟来追我呀！没一会功夫，大炮就把老鹰引到了陷阱房附近。紧接着，大炮一个加速，直接就甩开了老鹰。当老鹰想要回去了的时候，却发现了2头渡渡鸟的尸体。老鹰一头就钻进了陷阱房里面。此时，大炮再掏出10支天花，让虚影对其防守，然后拍了下去，混龙防完成。很快，老鹰就发现了大炮，然而此时他已经是煮熟的鸭子，插翅难飞了。大炮凭借着3倍加速系统，直接就打晕了老鹰。驯服老鹰还得用大腿肉，这玩意可比生肉强多了。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统，驯服速度加快3倍。老鹰驯服好了，可以把陷阱房拆了。接下来咱们得制作个老鹰鞍具。现在咱们可以回家了，有了老鹰后期搬家啥的就会方便很多。差点忘了个大事，咱们可以去红树林找头新尾兽，不然没有挖石头的工具龙也很不方便。大炮又从死亡岛前往红树林。这头虽然只有60级，但也能凑合用了。大炮直接用老鹰把新尾兽抓起来。红树林比较危险，用老鹰抓回素食岛再驯服比较稳妥些。然而就在返回素食岛途中，大炮突然遇到3个人。救命啊！何人在此喧哗？只见陆地上有3个人飞快的，后面还跟着一头1把级的霸王。怎么倒霉的又是我？这该死的霸王龙！就在霸王龙即将追上来的时候，大炮骑着老鹰直接把刘宇抓了起来。老大，你有没有看到一头大鸟啊？你这不是废话，刘宇就在我前面被那头大鸟给抓走了。剩余的2人还在陆地上跑着，只见落后的那人掏出流星锤，直接把前面那人
狗剩子，你小子居然暗算我，我巧丽哇！你又救了我一次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。糟了，差点把那个家伙给忘了。你在这等等我，我去就来。对了，后山暂时不要去啊，等下回来给你解释。大炮这边骑着老鹰火急火燎的往对岸飞去，差点把新尾兽给忘了，好在这家伙还在。大炮直接就把新尾兽给扔在了素食岛的沙滩上。你这是什么生物？阿根廷巨鹰，空中霸主，怎么样，帅气吧？可惜你不是我部落的，要不要重新考虑下加入我的部落？好，我加入。刘宇加入了部落，31级。走吧，跟我去驯服那头新尾兽。两个人又来到了刚才的沙滩，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统，驯服速度加快3倍，驯服成功。对了，你怎么搞到被霸王龙追的？哎，那天早上我看你睡着了，就没有打扰你。我带上了些必需品，准备去红色方尖碑找寻回家的方式。结果在入海口的时候遭到了地鳄的伏击，直接就挂掉了。再次复活后遇到了一个小型部落，然后我们在闲逛的时候就遇到了那头霸王龙。突然一声马叫吓了两人一跳。我勒个豆，居然是独角兽！这玩意整个孤岛就一个。这怎么还有神话故事的动物？先别管那么多，咱得把它驯服了。想要驯服独角兽，必须得用胡萝卜。大炮悄咪咪的来到了独角兽的面前。全民穿越侏罗纪世界。当别人沦为恐龙的口头时，大炮却骑着独角兽带着妹子在素食岛潇洒。大炮骑着独角兽直接领着刘宇在素食岛逛了一圈。自从来到这个世界，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没想到还能在这见到神话故事的动物。嘿嘿嘿，怎么样，好玩吧？对了，这跟花一样的植物是啥玩意？差点忘记跟你说了，这可是好玩意。此时天空中刚好路过一条翼龙 ，X 植物瞬间有了反应，翼龙瞬间被粘住，没一会的功夫，翼龙就被击落了。我勒个豆，这植物还有这种效果呢！但是你不知道的东西还多着呢。对了，还需要你帮忙驯的生物。驯什么呀？雷龙。我勒个豆，雷龙那么大，你能驯服得了吗？嘿嘿嘿，原来是不行，这不有你了吗？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等下你来骑老鹰，然后抓住我，直接在空中无伤驯雷龙。哦，行吧。雷龙这种生物很容易被 X 植物误伤，所以驯服一头雷龙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两个人配合好，就在素食岛空中寻找起雷龙来了。就在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头雷龙，刘宇驾驶着老鹰慢慢的靠近雷龙的头顶，接着就是对着雷龙发射大量的喷溅箭。雷龙吃痛后发现了大炮，由于攻击不到，雷龙也只能发出阵阵的怒吼。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统，驯服速度加快3倍。终于把这头大家伙给打晕了。随后大炮又给雷龙背包里放了些浆果，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统，驯龙速度加速3倍。此时大炮又制作起了雷龙鞍。好家伙，真够大的，有了它可谓是手加利器，嘿嘿。虽说有了雷龙，但还缺个保安。你要啥恐龙当保安啊？走吧，跟我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大炮骑着老鹰，刘宇骑着翼龙，又前往了南部群岛。就是这里，快看地上。只见地面上有3头迅猛龙，其中一头还冒着雾气。想必冒着雾气的那头就是首领吧？就抓这头来当保安了。大炮找了个地方，又见到了跟上次一样的兔子。好了，咱们去抓迅猛龙吧。刘宇骑着翼龙率先出击。迅猛龙在被遭受攻击之后，齐刷刷的看向刘宇。大炮趁他们不注意，直接就把首领给抓了起来。随后来到陷阱房上空扔了进去。迅猛龙还没明白什么情况，用力跳了一下也没能跳出陷阱房。嘿嘿嘿，进了我的陷阱房，你就别想出来了。随后大炮掏出十字弩一箭，就把迅猛龙打晕。随后又喂上优质生肉，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统，驯龙速度加速3倍，驯服成功。有了这头迅猛龙，素食岛这一片基本没人敢来了。两个人又飞回了素食岛，只见素食岛上有大炮驯服的各种各样的恐龙。这些恐龙这么多，喂食也不方便，直接给他们搞个食物槽。有了它就不用担心恐龙被饿死了。现在咱们要干嘛呢？咱们去搞些有机聚合物，有了有机聚合物就能制作低温舱了，不然这老些恐龙实在是不好管理。现在得去驯服尾齿鸟，那玩意可以帮我们收集有机聚合物。两个人又踏上了寻找尾齿鸟之旅。看看前面就有一头尾齿鸟，刘宇你去前面追赶，我在陆地上用流星锤伏击。刘宇骑着翼龙直奔尾齿鸟而去，此时发现刘宇的尾齿鸟加速的逃跑，就这样你追我赶，很快就进入了大炮的伏击范围。大炮此时又掏出了十字弩，尾齿鸟当场晕死，紧接着喂上优质生肉，恭喜宿主触发3倍加速系统，驯服速度加速3倍。驯服好了，咱们可以骑着尾齿鸟去打黄昏鸟，那玩意能产出有机聚合物。俩人骑着尾齿鸟又去寻找起黄昏鸟。小小黄昏鸟简直是不自量力，准备受死吧！群精力阵。没几分钟，地面上就堆积了大量黄昏鸟的尸体。此时，大炮利用尾齿鸟收集了一波有机聚合物。这收集了8、9组有机聚合物，应该够了。现在出发预防中。
众所周知，绿方舟可以制作低温汤。大炮将材料放进了里，1分钟后，大炮就制作了我的低温汤。给你一个刘宇，这玩意可是好东西。这低温仓怎么用呀？你对着你的翼龙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只见翼龙瞬间化为一道白光，钻进了低温汤里。好家伙，这不就是精灵球吗？差不多吧。玩过方舟的都知道，一旦被朱鳄这个老六给偷袭，那基本上就要巴黎铁。俩人制作完低温仓就飞回了素食岛。回到素食岛后，大炮找了点材料，制作了一幅世界地图。然后在地图上标记出了3个位置，分别是地处南方群岛最南端的狗剩部落、热带河流交汇处的小黑部落和东部平原以东的马奎的部落。这都是大炮在回家的途中发现的部落。接下来我们再去一趟死亡岛，抓一只阿根廷巨鹰回来吧。路上顺便侦查一下马奎的部落，再给他找点麻烦。由于恐龙耐力有限，俩人飞到马奎部落附近休息了一会。我有一个计划，前面不远就是马奎部落的营地，咱把沼泽的牛鬼蛇神给引过去，让马奎好好喝一壶，怎么样？你小子挺毒啊！两个人四处勾引沼泽的动物，没一会的功夫，后方就有大量的蛇虫鼠蚁。最前面有2头迅猛龙，后面还有几只泰坦巨蟒，地面充斥着大量的巨型兵力。马上抵达马奎部落了，是时候甩开这些恐龙了。两人一个加速，成功甩开了后方的恐龙。由于惯性的原理，兽群浩浩荡荡的前往了马奎所在的部落。狗蛋哥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啊？什么不对劲的？我劝你还是好好站岗，要是被马奎发现了，肯定少不了一顿数落。此时，一头泰坦巨蟒率先出击。我操，这哪来的蟒蛇啊？俩人也只能躲在巨蟒后面瑟瑟发抖。没一会的功夫，兽群大队就围了上来。此时，天空中马奎骑着翼龙正往部落赶来。走吧，马奎骑着翼龙来了，这次马奎可得好好消化一下。嘿嘿嘿，俩人又飞往了死亡岛。大炮跟之前一样，又制作了一个困龙房，随后又找了头渡渡鸟扔了进去。俩人在死亡岛晃了半天。刘宇，快看地上！只见地上有一头15尺大王，正在跟2头迅猛龙打。领头的这只迅猛龙等级不错，可以把这只驯服了。大炮一个加速飞奔迅猛龙而去，一个偷袭就把领头的迅猛龙抓了起来，接着一麻醉便打晕。喂上优质生肉，恭喜宿主触发3倍驯服系统。驯服成功，这头迅猛龙加上之前那头刚好一公一母，嘿嘿嘿。大炮拿出了低温汤把迅猛龙收了起来。此时聊天公屏炸开了锅。大炮、刘宇，是不是你们2个王八蛋把恐龙引到我部落来的？你俩小鳖孙，给老子等着！看来马奎也不是蠢货，应该是发现了我们。你还活着呢，刘宇，你个叛徒，故意勾引我们部落的人去送死，你最好洗干净脖子等着。你成叛徒了，刘宇。兄弟，你跟刘宇也有仇呢。是啊，这小妞也得罪你了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咱们一起对付那2个杂碎。可以，你们部落在哪？我派人来跟你们结盟。不必了，你说下你们部落位置，我们直接过来。小老弟，你有点不诚心啊。呵呵，彼此，出肉未孵化，无齿翼龙的有意者联系。阿杰还在这骗人呢。别跟他们扯皮了。哦，行吧。随着天色暗去，俩人只好在死亡岛度过一晚。第2天一早，两人继续在死亡岛上空搜寻，就在前方出现了一头100级的雌性阿根廷巨鹰。大炮又将这头老鹰给引进了困龙房，随后盖上天花板，打晕为优质生肉，一气呵成。大炮掏出来了个低温汤，把老鹰给收了进去。咱们回去素食岛吧。俩人在回去的途中，顺便在马奎部落附近休息了一会儿。就在两人休息的时候，突然有个流星锤飞到了老鹰身上，奈何流星锤困不住老鹰。不好，有埋伏。两人飞快的骑上坐骑，打算开溜。就在逃跑的过程中，马奎带人追了过来。大炮、刘宇，果然是你2个小崽子，有种别跑！刘宇，跟我去沼泽。很快，几个人就来到了沼泽上空。就在这时，马奎的队友忽然被猪鳄给叼走，马奎还没反应过来，也被猪鳄给叼走。大炮两人急速的逃离了这里。刚才真的好危险啊！那个跳起来的是什么玩意？那个是猪鳄，可以把玩家从坐骑上面给弄下来。一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很容易被猪鳄偷袭。忽然，水里钻出来一个恐龙。我操，这难道是一齿龙？全民穿越侏罗纪世界。当别人沦为恐龙的口粮时，陈大炮这个老六却带着刘宇在河边掏河狸的老巢。这个一齿龙有什么用呀？这玩意用处大了，相当于一个野生的空调。咱们老鹰也驯服好了，回素食岛吧。俩人又返回了素食岛，顺带还把一齿龙也给驯服了。大炮将驯服好的老鹰扔了出来，很快俩老鹰头上就显示出了爱心的标志。随后大炮给他俩打开了巡逻模式，只见一阵阵爱心飞出，没一会大炮就获得了一个冒红雾的鸟蛋。等这个蛋孵化出来，咱们就有2代的老鹰了，嘿嘿嘿。此时鸟蛋显示出了一个雪花的符号，明显此处环境太冷。只见一齿龙发出了一阵风，鸟蛋的雪花符号顿时消失了。看到了没？这就是野生空调，非常的牛逼克拉斯。那咱们现在去干什么？跟我去一趟红树林吧，我带你去找个非常可爱的生物。俩人来到了红树林，就是这里，咱们用望远镜好好找找。找到了，快看水面。只见水面上突然冒出来一个水獭，这又是什么奇怪的生物？这玩意是水獭，看我把它抓起来。只见大炮将老鹰从低温舱放出来，并对着水獭发出了抓捕命令。你在这等着我，我去水里面搞些鱼肉。大炮不紧不慢地来到岸边，随后一个猛子就扎住。大炮很快就来到了水底，只见水底有各种各样的鱼类，紧接着利用10字母一剑就把一条鱼给击毙。驯服成功。这小家伙该不是当围脖用的吧？答对了，水獭围在你的脖子上，会给你提供很高的高低温抗性加成。除了这个，还可以用它帮你抓鱼、采集珍珠哦。怎么让它采集珍珠啊？我给你演示一下。水獭收到命令后就钻进了水里，
不出2分钟，水獭就搞了一小堆珍珠。哇，小可爱真棒！水獭像有灵性似的，直接蹦到了刘宇的脖子上。看来这个水獭很喜欢你啊！走吧，跟我去抄家。咱们部落已经这么有实力了吗？那是必须的。俩人来到一处大炮查看了一下河狸窝，好家伙，足足400个水泥，全部拿走。两人拿到水泥后，飞快的溜走。此时河狸窝钻出来的东西疯狂的追赶着大炮。我靠，河狸居然追过来了，快跑！俩人费了半天劲甩开了河狸，总算安全了。咱们去趟火山口看看吧，那个地方有贡献神器的地方。俩人又飞往了火山口。大炮打开了贡品终端，上面显示需要喷火龙、大金刚和玉母蜘蛛的战利品。看来需要挑战了3个 BOSS 才能进去解开这个岛屿的秘密。现在在这也没什么意义，接着去别的地方逛逛吧。两个人来到了一个充满雾气的地方休息，突然雾气散去，迷雾中赫然有2个人。你们是哪个部落的？为什么擅自闯入我恐狼部落的领地？我们只是路过，雾气太大无法辨别方向，误入宝地还请海涵。我们正在抓捕一只稀有的绵羊，全被你们吓跑了，留下你们的2只恐龙，你们可以走了。你俩简直是在想屁吃！是你吗，刘宇？怎么是你啊，段双双？你俩认识吗？当然，在刚穿越的那会，我俩就认识了。既然是熟人，那就好办了，去我们部落坐坐吧。几个人来到了段双双的部落。我们本来在这附近探索呢，顺便看一下雪山边缘能不能收集点毛皮。原来如此。此时，在刘宇身上的水獭发出了一阵叫声。这滋滋乱叫的是个什么玩意？这小家伙是水獭，戴在脖子上可以取暖。看来炮兄对岛上生物了解不少啊。稍微懂一点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不知道炮兄的水獭可否交易？我可以用其他物资来换。水獭不换，不过可以免费告诉你水獭的活动区域和获取方法。在告诉段双双水獭获得的方法过后，段双双也很大方的给了大炮2人500多的毛皮。多谢段兄，炮弟跟刘弟就此别过。两个人又飞往了雪山边缘。快看是石油，想要进入工业化时代，没有它可不行，得多采集一点回去。大炮很快就收集了大量石油。就在俩人愣神的功夫，左边有个动物发出了一阵叫声。我了个大豆，是企鹅。玩过方舟的都知道，如果被火箭筒给炸一下的话，基本就要完。大炮在遇到企鹅过后，直接掏出了装有尾石鸟的低温舱。咱们再去找些企鹅，多搞些有机聚合物回家，直接把机床做出来。大炮来到了一群企鹅旁，企鹅老弟们对不住了，炮弟要略展身手了。有了这些有机聚合物，回去制作个机床应该没啥大问题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咱们回素食岛吧。此时马奎部落经历了上次的失败，可以说是怒火冲天。好你个陈大炮，我一定要报仇雪恨！我决定实行远征计划，准备攻打素食岛。马奎挑选了几名得力干将，驾驶着木筏前往了素食岛。此时再看小黑部落，弟兄们随我出战，攻打素食岛。小黑部落也驾驶着木筏出发了素食岛。好巧不巧，2伙人马在海上居然碰到了一起。对面敢问是小黑部落的兄弟吗？是啊，你难道就是马奎？哎呀，真是巧，你们也是来找大炮刘宇算账的吗？嘿嘿嘿，这不炮灰来了吗？等会先让他们去前面探路。突然天空下起了大雨。马奎，要不我们生个篝火基地吧？互相不要离开篝火的范围，避免误会。此时在素食岛的陈大炮也发现了对岸停留了2艘船只，想必是马奎跟小黑部落的人马，看来他们要联合起来，准备攻打素食岛啊。他们人那么多，等下过来可怎么办啊？他们要赶来，必须打他们个落花流水。回到营地过后，大炮就忙活了起来。有了它，就可以制作工业化的物品了。随着机床的启动，工业时代正式到来。大炮制作了一个火箭发射器以及若干发火箭助推榴弹。这玩意儿对付木筏简直是大材小用啊！另一边，2艘木筏已经准备跨过大海前往素食岛。突然，水里发出了轰隆隆。你操，水里有怪物，快跑！很快，小黑的木筏就来到了素食岛。此时，陈大炮拿着火箭筒走过来。陈大炮，你要干什么？几个小喽啰准备尝尝本爷的大炮吧。被炸成炮灰的滋味怎么样？此时早已经复活的马奎在天上看到了小黑被炮轰的情景。是马奎老弟吗？下来坐坐呀。好家伙，陈大炮这小子果然留了一手，也不知道哪搞的这么牛掰的武器。算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老子先跑为妙。就在马奎逃跑的过程中，竟然跑到了 X 种子的攻击范围内 ，X 植物瞬间有了反应，紧接着大量的孢子飞向了马奎，一脸懵逼的马奎瞬间就被孢子蒙住。马奎那伙人估计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来了。我现在打算下矿洞去拿神器，想要下矿洞必须要有个趁手的恐龙。大地懒这种生物下矿洞再合适不过了，咱们去红树林寻找大地懒吧。在去之前，我要制作点东西。大型捕兽夹，不管是生存者还是生物，踩到这个东西会跟被流星锤捆住一样动弹不得。另外，我还制作了一些金属广告牌，配合捕兽夹驯服大地懒，可以说是万无一失。两人来到红树林，利用望远镜寻找起了大地懒。这头大地懒80级，等级不错，就你了。大地懒老弟，来追我呀！大炮很快就将大地懒给引到了捕兽夹。
此时陈大炮放上了金属广告牌，这下你跑不了了吧？被困住的大地懒也只能发出无能的咆哮。随后大炮掏出十字弩照的大地懒就是一发麻醉箭。驯服大地懒虽说用肉跟浆果都可以，但是论效率还得是用蜂蜜，而红树林刚好盛产蜂蜜，去找一些。随即大炮又在红树林寻找起了蜂巢，找到蜂巢了。此时一只蜜蜂钻了出来，蜜蜂直接对着大炮就发起了攻击。你简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尝尝我最新制作的武器吧。驯服成功，驯服好过后，大炮就带着刘宇跟大地懒来到了红树林中间的毒气矿洞，准备拿取神器。全民穿越侏罗纪世界，人类沦为恐龙的口粮，而陈大炮却凭借着大地懒轻松获得了毒气矿洞的唯一神器。在进入毒气矿洞之前，我必须做点防护。氧气套装，这玩意虽说没有防毒面具效果好，好在它的制作材料简单，还具有一定的防毒效果。毒气矿洞顾名思义充满了毒气，刘宇你在门口等着，我跟大地懒下矿洞去拿神器。由于洞穴入口太小，大炮只好先用低温舱把大地懒带给毒气。陈大炮凭借多年方舟经验，进入毒气矿洞已经是跟回家一样简单了。随着持续的探索，大炮放出了大地懒以防万一。就在此时，一只大蜘蛛冲了过来。大地懒一个大电炮就给蜘蛛击败了。只见大地懒突然冒出了大量的黄色雾气，这下激活了大地懒自带的 buff， 嘿嘿嘿，这下那神器岂不是轻轻松松？凭借着昆虫 buff， 大地懒在矿洞里击败了大量的蜘蛛。随着战斗结束，大炮查看了一下大地懒的背包，这么多的肉跟假造作，这些肉简直要吃一辈子啊！此时大炮发现了一个笔记箱，泰坦龙，方舟最大的生物，体型跟一座山一样，而且拥有着100万血量。现在洞穴生物都被消灭完了，可以去拿神器了。很快，大炮就来到了神器的所在地。神器整体是黑色，但是身上布满了神秘的花纹，花纹中间隐隐透露出红色的光芒。神器到手，可以撤退了。现在神器也拿了，按照我们现在的发展速度，素食岛的金属根本不够用，我觉得我们得去火山口附近挖金属了。两人来到了火山口，这里果然有着大量的金属矿石。随即，大炮扔出了甲龙，就开始跑。很快，火山口的矿石就都被大炮给采集掉。采集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返回素食岛吧。两人又回到了素食岛，接下来需要用到大量的电路元件。电路元件可以用珍珠和精炼后的铁锭在机床制作，这个方法需要大量的珍珠，不如杀泰克隆来得快。得在这素食岛找找有没有泰克隆。好巧不巧，大炮真在素食岛上发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泰克剑龙。嘿嘿嘿，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这就被我找到了。随即对着剑龙就是一麻醉剑。来来来，小龙龙尝尝美味的坚果。驯服成功。大炮查看了一下这头剑龙的属性，这头是雄性的，还差一头雌性的，我们再去找一头吧。很快，大炮又驯服了一头雌性泰克剑龙。嘿嘿嘿，接下来实行繁殖计划，多搞些2代剑龙。随着大炮一声令下，2头泰克剑龙开始繁殖。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大炮成功繁殖出了一大批的泰克剑龙。有了这么一大批泰克剑龙，可以暂时解决电路元件的使用需求了。现在电路元件搞得差不多了，这个素食岛四面环海，组建一支强大的水军是很有必要的。孤岛有3个神器，都在水下洞穴，没有强力的水中生物，下去就是找死。所以我准备去搞些鱼龙，鱼龙看起来尖嘴利牙的，但是它是和平驯服的生物，这家伙跟海豚差不多。大炮来到了素食岛中间的海湾，海水并不太深，大炮一个猛子就跳了进去。很快，大炮就在水里找到了一头鱼龙，紧接着掏出准备好的优质生肉，鱼龙一点也不带犹豫的一口就吞下，驯服成功。大炮来到陆地，给鱼龙制作起了安全。刚驯服成功，大炮就迫不及待地骑着鱼龙在水里乱窜。现在鱼龙驯服好了，但是这玩意没什么攻击力，我打算骑着鱼龙去寻找巨齿鲨。凭借着鱼龙，大炮很快就找到了一头巨齿鲨。不是吧，这头鲨鱼只有1级，爱这也太拉胯了，驯服了也没什么用。嘿嘿嘿，准备沦为鱼龙的第一个猎物吧。当这头1级的鲨鱼被击败过后，远处突然冲过来一头80级的巨齿鲨，打算攻击陈大炮。陈大炮凭借鱼龙的速度优势，一个加速就闪到了巨齿鲨的身后，紧接着掏出十字弩对着鲨鱼发射了一发麻醉箭，鲨鱼当场晕了过去。小鲨鱼来品尝一下美味的生肉吧。驯服成功。很快，大炮就在海里组建了一支巨齿鲨小队。巨齿鲨有群体 buff 和流血效果，群体 buff 最多可以叠9层，叠满了10分恐怖。现在我打算再去搞些复制龙，那种恐龙有个特点，驯服好过后可以当雷塔使用。